18、19年、20年，然后我就连续3年参加宁海100，拿下了3届冠军。为什么现在的比赛除了受伤就是退赛啊？人生我觉得就是要有坎坷的嘛，不可能一直是平的。比赛前一天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啊。大家好，我是严龙飞，就是在越野跑界有一个称呼，就是人们习惯把我叫飞哥，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。然后我之前，是一名马拉松的运动员，越野跑的话，基本是2014年到现在。这次比赛宁海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重中之重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拿到 UTMB 参赛的一个入场券。只有这个宁海拿到前3名，然后我才有机会，直通 UTMB。比赛前一天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啊，换了一双我脚下这个碳板越野鞋。这个大胆的决定，不知道能否给我明天的比赛带来一些，就是那种快感吧，让我能够跑得更快。去那边停，没跌，该别跌好。然后我觉得越野跑的话，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。然后你跑起来，你想走就走，你想快就快，你想就是停下来吃东西，这个是比较随意化的。对于那种竞技，我觉得说跟马拉松比的话，没有那么激烈。越野跑现在可能在我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部分。我从16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受到这个伤病的影响，19年也是做了人生中的这个脚踝手术，然后就是最近的几场比赛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不是很系统的训练，然后就上山上的也少，因为现在的年纪也比较大了嘛，然后就是恢复可能能力差一点，你就面临受伤的问题。越野跑其实就相当于你的人生，你不一定就是你人生中一直都是你很辉煌，你很顺利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你的失败、你的受伤啊，然后你的退赛，这也是你的一个勋章嘛。然后不一定是非要拿名次啊，拿第1、拿第2、第3，然后你有奖牌了呀，或者你才是高光时刻。我觉得就是你有伤病，然后你有这些经历，我觉得你的人生才能够完整。这就是可能也是越野跑的魅力所在吧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现在的国内的竞技水平也上来了，对于越野跑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因为只要有竞争，你的成绩，然后越野跑的这种发展才会越来越好。加油加油！如果克服这些伤病，如果在比赛中不发生的话，我觉得以我现在目前的状态来说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次宁海我可能就会稳着跑嘛，所以说我在前半程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出去就会很快的呀，然后这种跑法其实也很激进嘛，要不然把别人拉到，要不然你把自己拉爆。
很多人就是跟我说嘛，就是看着我越野跑啊或者跑步，然后才入的坑啊，我听着就是也非常开心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来的，大家一起成长，然后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让他这种水在里头先放过啊。现在主要就是关心闫龙飞的情况嘛，因为之前的比赛就脚一直崴着，对，然后这个比赛之前就比较担心，然后也给他打了肌贴啊，各种的情况，那个最后还是崴的比较严重，但来了，快来了嘛，但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吧，他的这种就是也不是很幸运吧，就很多比赛都有一些状况，对，然后看看到了这个站点，看看见到他是什么样的心理情况，走直线还好，就是不能。要没2根登山杖我就废了，就是下清水溪那段，就开始连续崴脚了，比较滑嘛，一到下坡就背堆上。现在马上就到那个理疗了，然后基本上走了快2个小时了吧。从白溪村出来之后，上山就开始，这脚就不行了嘛，右脚还是扭了几次。现在走直线还行，然后就是遇到那种石子路啊，稍微一晃动，还是就是有角度就会痛。现在准备慢慢走回终点吧。这次说什么也不能退赛。走不走啊？现在反正就慢慢的走回终点吧，然后也就不退赛了。之前一直有问题是退，这次一定要坚持到终点。我完赛了，真的是，您看这条赛带对我真的感情比较深嘛。然后也是我参与设计过，然后也是那个也曾经拿过冠军，所以说今天也预想过，就是赛前就是脚如果
如果继续崴的话，肯定是成绩肯定是不会很理想的。明年见，明年见。你这塞进去就行。上面塞嘛？这个放进去。那我来塞吧。哎，别撕了，别撕，就塞进去。别撞。聪明。